刚将叔叔一家灭口的杀人犯，本打算吃饱喝足后继续逃亡，可不料这时却从外面走进来一名交警。起初男人并没有察觉到什么不对劲，但直到他起身走到摩托车前的时候，才终于意识到自己刚刚吃饭时喝了啤酒。一想到身后的交警看到他骑车必然会抓自己，于是男人便立马扭头就远离了自己的摩托车。没想到正是他这异常的举动，立刻就引起了交警的怀疑。站住！驾照、行驶证拿出来我看看。男人闻言本打算逃跑，可不料交警竟直接出手准备抓他，于是无奈之下他也只好解决了交警，随后便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走了出来，骑上摩托就直接扬长而去。而他本以为只要逃离了这个是非之地，警方就无法再找到自己的行踪，可不料当他再次给外省的好兄弟打电话借钱时，对方竟出奇的表示借他的钱已经准备好了，而且还热心的询问他在哪里，表示要亲自开车过来接他。男人立马就察觉到对方是在刺探自己的行踪，不过他却一点也不担心对方会把他的行踪透露给警方，因为这一切正是他给警方来的一招声东击西，目的就是让警方派人在朋友周边布控的时候，方便他趁机骑摩托逃到外省。然而就在男人挂断电话准备结账时，老板娘只是看了一眼他手上的钞票，便立马就一脸嫌弃地说没有零钱，让他用手机去扫桌上的收款码。没有。然而就在老板娘准备用眼神瞧不起他的时候，不料竟无意间看到了手机上刚刷到的通缉令，而上面的照片居然跟眼前的男人长得一模一样。只是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察觉到的男人就立马先下手为强，又将老板娘给办了。没想到这一幕居然被准备过来买东西的小男孩看见，不过好在当他看到老板躺在地上的时候并没有叫喊，所以男人并没有为难小孩，反而还奖励了他一颗棒棒糖。就这样，男人在云溪这个地方短短1天的时间就犯下了3起命案。虽然警方每次都没有找到关于凶手的任何线索，但身为刑警队长的冷启明却立马就意识到对方很有可能是路过的逃犯。他为了辆摩托车杀人，那他身上的案子绝对不小。随即冷启明便立马跟六合市的警方进行了交流，因为他发现凶手很有可能跟六合市灭门案有关。果然很快他就在对方那边得到了确切的消息。他居然杀死自己4个亲人，他的作案动机是什么？具体动机我们推测还是因为矛盾而起。原来何长春的叔叔不仅长期霸占他们家的土地，而且在他父亲死后还不准他的父亲入土为安，甚至在其母亲住院的时候逼迫母亲签下了不平等的土地售卖合同，将其母亲在医院活活气死。这让何长春每每想起这些都难以入睡。可即便他逃跑的行踪十分隐蔽，但一直跟随他的无牌照摩托车却成为了他落网的关键。因为刑警叶谦在摩的司机家人手里拿到那张满是贴纸的摩托车照片后，便立马就找到了自己好朋友帮忙。你跟整个湾南的摩托圈都比较熟，这辆车有没有办法找到？你把这车的车架号、发动机号发给我给你把消息散出去。果然很快，何长春便发现摩托车因漏机油没有了动力，于是无奈的他也不得不找个地方修车。虽然老板让他去网吧等车修好的时候，何长春并没有发现不对劲，但直到他按照约定的时间回来取车时，发现老板不仅没有修好自己的车，而且还似乎查看了摩托车的车架号。尽管老板一再解释说是在等配件，但敏锐的何长春还是立马就发现了问题所在，于是他便再次拔出了那把已经杀了7人的匕首，朝着老板就直接走了过去。不过好在这时接到电话的叶谦已经带人赶了过来，这才没有让老板被杀。然而就在叶谦还在疑惑何长春跑哪儿去了的时候，不料这时仓库里突然冲出来一辆汽车，二人见状连忙上车展开追捕，最终他们成功在泥地里抓住了何长春。至此连续发生的7起命案全部告破。虽然大家对罪犯何长春的经历表示同情，但这却并不是他能伤害别人的借口，所以最终何长春必定会接受法律的审判，毕竟只有法律才是解决一切的最好武器。